部拿下，留活口。来人，带去刑讯。是。回来了，受伤了吗？我没事。事情还顺利吗？证据找到了。都已经拿到证据了，怎么还是不太高兴啊？这一旨罪状告到主上，嫡长主难逃一死。我想过无数次要一笔指导换尸比身，但如今真走到这一步，就有些犹豫。我们乡下地上放苹果，一筐苹果里，如果有一个烂掉了，那其余的都会烂掉，所以没办法，就只有将那个烂的挑出来。可人到了某些位置，终究会身不由己。我怕我也会变成那样。你不会的，你本性就不是个坏人。但如果真的有一天，你真的在某件事情上犯了错，那我也不会离开你，我会打你、骂你，把你打醒、骂醒。这么久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你给我起来！我说话你不听了是不是？你跟二哥较劲，以后兄弟间怎么自处？父亲，让父亲怎么看你呢？有些事情可以据理避案，但如果少主触犯律法，还不论对错，我就不明白人质宫门的意义了。你哪有人质？你已经被停职了。告诉你，我现在在这儿都是不应该的，完全是我对你最真挚的情感驱动我。哥真的怕你走上绝路，你这是在负伤你哩。三哥，我不是意气用事。主上是万民的主上，律法亦是万民的律法。身为传主，我相信主上自有决断。六少主，请。
儿臣停职期间私自查案，愿受责罚，绝无怨言。但假币案已水落石出，还请主上决断。按信传律，你二哥当初极刑。少主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但刑律第236条，若少主犯错，向天下呈谢罪书，流放边境，可抵死罪。主上，小人帮您揉揉吧。头风是顾忌，不下猛药，就只是延缓罢了。老六是什么都想到了，他私自查案翻经，可是他找到了证据，姑就不能罚他落人口实，连对老二的处置，他都替姑做了决定，将老二流放到苦寒之地，就可以免他的死罪。姑只能按他说的做。主上，六少主这么做，不全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保全主上的儿子。他确实不只是为自己，可缘何要这么做呢？是人都有眼睛，看得明白，真是费心了。老二的字是姑手把手教的，他现在写的是越发好了。字中有君子如风，但人却没有。姑一介庶出，走到如今，失去了多少，只有姑自己明白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姑就在想，一定要好好抚养自己的嫡长主。他既为嫡长，就不会再经历姑从前经历过的一切。姑严格要求他，将他抚养成人，他就能一生顺遂。可终究，或许经此劫难，嫡长主终能醒悟。
儿子给父亲请安。过来。父亲今日好有兴致，竟邀儿子到从前受教的地方来了。你的这幅字，让姑想起了从前的事儿，就把他带了过来。你当年就坐在那张桌子上写字，笔力不足，就一直练，一直练，才有如今的本事。儿子的第一笔字是父亲手把着写的。那时候光教你握笔，就教了半个月，纠正过来，隔2天又忘了。是啊，叶、压、勾、格、底这几个比例，儿子总是记不清楚。儿子驽钝。当初你的个头，只是到姑的膝盖那么高，穿着杏黄的袄子，坐在宽大的椅子上还略有不稳。姑就教你坐直挺背，可是你无论如何，再怎么摇摆不定，也不往后靠，甚至都不敢扶一下近在咫尺的扶手。你3岁开蒙，正式到少主学堂读书，那是10岁。先有朝臣上折子请旨，姑下旨准许，挑选吉日，晓谕群臣，拜天地列祖列宗，并孔圣人。拜之前，还请了智力司的人来教，演练了半个月。可结果到了那天，却根本就不记得都拜了哪些圣人。那天，姑狠狠地骂了你一顿。是。父亲责罚完儿子，却屏退旁人，摸着我的头，对我说：“姑知道你害怕，姑也害怕。”你还记得？儿子当然记得。那是怕旁人对你要求太过，让你失去了孩童的天性。但是呢，也要把最重要的责任交给你，所以只能对你苛责。而且明白，无论父亲对儿子多么苛责，都是为了儿子好。李红颜，你都这么大了，你入学那日还仿如昨日。父亲今日叫儿子来，是有什么嘱咐吗？没什么，老二，你就没什么话要跟父亲说吗？父亲日理万机，儿子祝父亲健康。姑今日乏了，你回去歇着吧。是，儿子告退。
那就行一次，让他们按上面说的办吧。是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！我要见父亲！你们让开！我是嫡长主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让开！父亲，请父亲明察，是尹正基与上尉谗言诬告，请父亲不要听信佞臣之言，为了莫须有的贪污废除嫡长，四国未有，请父亲明察！父亲，父亲！父亲是早就想废了我吧？嫡长主行之有亏，一律罢黜。日后去偏地好好反思吧。父亲约我去学堂那天，就已经决定了吧？既然已经想好了，怎么连当面告知儿子都不敢？父亲就如此心虚吗？姑心虚什么？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嫡长主，说把九川的未来由我来承担，那你却一直在扶着老刘，不就是想用他来算计我？放肆！你从前经常犯禁，姑都放过了。眼下你铸此大错，你还有何颜面天居此位？事到如今，还在说兄弟算计，你才是那个最能算计的人，德不配位。姑只后悔没能早点废掉你。我算计兄弟，我德不配位。那也是上梁不正罢了。一个做父亲的，可有一时没有算计过自己的儿子？你认我为嫡长主，可有一时信任过我？几个兄弟里边寻嘛，总算有个老六可以提携了。怎么，想用他逼我奋进，还是做我的备用啊？前门拒虎，后门引狼，说什么上朝历练，做的不好要罚，做的好要记的，这算哪门子的父亲啊？你但凡有一分的廉耻，父亲，即便是心术，儿子也以为只不过是高处不胜寒的无奈罢了。毕竟你是父亲，你允给我和母亲的未来，总不会虚言吧？到底是我狂妄了，但父亲，儿子有1分的错，父亲要担上10分的责任。让主别说了，拖下去！你根本不配做一个父亲，你不配，都是你逼我的，是你逼我的。
这么有闲心来笑话我，不去接手我的护政司吗？护政司本来就不是你的，是天下万民的。不用再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了。你几次僭越查实我护政司的事儿，在下边广交下旨。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？你想靠护政司巩固地位，从中牟利，中饱私囊，但不代表人人都会这么做。你这些鬼话也只有父亲会信，我会相信吗？你所做的一切，不就是想让自己上位吗？没错，在其位方能谋其政，尽其责。我自知会做得更好，为何要屈居于杜仲之下？但你有此日，与我无关，都是自己咎由自取，德不配位罢了。德不配位，竟又是这个词啊！当年父亲赐印我之时，对我说我是嫡长主，要有责任。母亲也跟我说以后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。可是之后呢？父亲就再没说过这话。只要我有一点做的不对的，就说我是德不配位。你是父亲最看重的儿子，这么多年他可从未亏待过你。若连你都感觉到不满，让我们这些庶出，岂还有立锥之地？起初是看重我，所以打压我，监视我。这一座密不透风的牢笼给我。你以为只有你辛苦了？我生下来就是嫡长主，每个人都要我扛起九川。我要学所有我不想做的事儿，但是父亲永远不会满意。这么多年，我从未得过一息安静。有这么多兄弟，哪天你们超过我了，或者更得父亲赏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坐立不稳，总是在害怕，会不会让父亲失望？可是一个30而立之人，岂能每天只能察言观色？既然说我德不配位，就别说那些都是我的。只要我做一点点错事，就捧出一个你来，硬生生夺走属于我的一切。不过我也告诉你，在这进宫之中，只要你得逞片刻欢愉，就会有永世不灭的悲哀。你呀，终归会落得跟我一样的下场。登高之人，就该有跌重的准备。
主上赐酒给二少主。这是父亲的意思。那就这么办吧。二哥小心！啊！别飞！陈曦，老子没有卖你，你为何要灭老子的口？要不是因为你，老子不可能一无所有，老子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叫太医！二哥，二哥，叫太医快啊！这么拼命，为了一个坏人，还怕自己弄伤？不是你想，我去看他，结果他死了，那麻烦不还是我？明明是自己心软，现在知道疼了。少主，你这是又研究了什么新菜，找我试毒吧？毒死你！来吧。好吃吗？不错。这个虽然是简单的小粥豆腐，但这个豆腐有4种口味：招牌混合、经典烟熏、柠檬胡椒和豉油大蒜。这4种口味的酱料都是侧夫人亲手为您调制的。谢谢。不用谢。少主，少主，少主，侧夫人，主上亲自来看您了，我们先回避一下吧。是。侧夫人，在。哎呀，快！新川主到。父亲，我听老二说，你直觉那毒酒不是姑给他的，你为何敢如此笃定？父亲虽贵为主上，但身为父亲一定会保全自己的儿子。要不是了解父亲的性情，我也不会寻遍刑律，去找到一条能够保住嫡长主的律法。没想到你竟然是这么想的。父亲，无碍，都是小毛病。六少主，你保护兄长有功，这是深义之举。这回玉牌就给你了。日后若是你有所求，只要不触犯律法，姑都答应你。谢父亲。好了，你就好好养伤，等痊愈了再回朝吧。是。
少主不日回朝，相信咱们的酒楼也能马上重新开张。但这几日大家都不能闲着，这是我新做的工作计划。为了重新开张，我们需要筹措一些现银。如今库存已经变卖的差不多了，也算是攒够了可以再开业的本钱。辛苦你了，元英。我这儿也有一份工作计划，是关于菜品的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这是你写的啊？哇，你这写的也太好了，这上面还有图呢，这是元英才会做出来的呀，这字也越来越好了。是啊，是元英先生监督的好。快给元英看看。元英先生请过目。可行性很高嘛。如果大家没有异议的话，就照着做吧。好。有的忙了。哎，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静静啊？我好久都没见到她了。没有。没有。去哪儿了？椅子我们要搬走。都收拾好了吗？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你的兵器都当了？当了，都给酒楼了。哎，咱们明天去看看租住的屋院吧。租住啊？租住，你说还得咱们自己找啊？他肯定要自己找啊！咱们从这搬走了之后，总得找个落脚的地方吧？是啊。少主当久了，好多事情啊，确实不太知道。你放心吧，我都问好了。城北的房子呢，价格便宜，而且也安静。咱们往北边看看。北边啊？北边都快到墨川了吧？快到墨川怎么了？冬天呢还能下雪，况且，咱们在没有找到新的生计之前。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吧，你呀养尊处优惯了，这些自然不懂。是啊，我是不懂，所以我觉得这日子呀是过不下去了。我们和离吧。你刚说什么？和离啊，你看啊，你不喜欢我，我也不，对吧？辛苦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了。我现在身体已经痊愈了，能自理了。咱们还是分开吧，对谁都好啊。你不是吧？你怎么还不情愿呢？你不是最嫌弃我的吗？你不会真看上我了吧？啊！这些日子不是过得挺好的吗？啊，好吗？哎，你看这好吗？这边这好吗？什么都没有，连个椅子都没有，这就叫好了？我们在一起本来就是因为联姻，现在我不是少主了，没意义了，联姻没意义了，算了吧。
这不是你真实想的。你说实话。好，既然你非得问，我就告诉你，我心里有别人了。谁？郝佳。对，你不知道吗？郝佳跟我二哥分开了，我也可以为自己追求一下。你疯了？你知道自己说什么的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一开始想娶的人就是郝佳，根本不是你，对吧？我们不合适啊，性格不合啊。口味也不合呀。真的不合适啊。趁现在没有感情，咱们分开嘛。分开你也不会太难过，对吧？算我对不起你，行了吧？一点也不闹人。你说这小孩长得可真快呀，这没几天的功夫就大了这么多。这段时间你忙前忙后的，看上去整个人都瘦了不少呢。那不正好吗？自从到了新川，我就不停的吃，而且现在不用减肥，还能变瘦，多好。一直在你这里白吃白住的，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这几天我想了想，酒楼的事情呢，我不擅长，我就不在这儿瞎掺和了。但是我可以出去做一些自己擅长的营生，补贴一些也是好的。营生？姑娘，你肤若凝脂，用上这个颜色的胭脂，再加上这桃红色的花钿，有美人兮，见之不忘。你呢，比较适合这桂花手油，冬日劳作，手有皲裂，用上这手油之后啊，手如柔荑，楚楚动人。真的不错。上官世坚，有夫隐士，其立此休书，任其改婚，永无争执。这真是他写的？不知他还有谁呀？休书都能写错字。难怪这2日总觉得不对劲儿。吴少主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也不告诉我们一声，就这么瞒着？武少主，你到底怎么想的呀？就让他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让他留在新川，跟我一起受苦吗？二哥出事之后，我以为主上会有所改变，可是内务府的人还是来抄家，我把家底儿都翻空了，才发现我是真的没有用，根本就没存下什么钱。
你说我这样，我连自己我都照顾不了，我怎么照顾他啊？我配照顾他吗？吴少主，对不住，我们府上事情太多了，不知道你们这么……哎，跟你们没关系，是我自己以前啊太不争气啊。吴少主，容我多问一句，上官不是只会独善其身的人，这个节骨眼儿，他更不可能丢下你。你对他说了什么，他才走的？就说，我说，我对郝家还有意思。你有病吧？这种话你也能说出口？找什么借口不好，偏偏找这个，真是笨猪拱齐犁，自讨苦吃。确实离谱，不过你也别训他了，他自己肯定也不好受。吴少主心里肯定也是有静静的，不然也不会为他考虑，担心拖累他。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？有用的，现在恶人已自食其果，没什么危险了，更不需要有什么顾虑。你现在马上回丹川把他追回来。静静这个大笨蛋肯定会信了你的话，你不能就让他这么信了呀。上官听了那种鬼话，可不一定愿意见他了。我不去，我都说那样的话了，他肯定不会原谅我的。你再说了，就算他肯跟我回来，又能怎么样呢？跟我受苦受穷，啊？何必呢？回来就对了，你等着，姑这就命人做一尊尹齐的雕塑，就放宫门口，遭万人唾弃。此后，他胆敢再入我丹川一步，哼，所有人都不会放过他。他不会再来丹川了，永远都不会了。静儿，你不会真对他上心了吧？哼，若你真对他动了心思，他却辜负了你，那姑一定叫人杀了他。没有，姐姐，我没有，怎么可能？一丝一毫都没有，下辈子都不可能。静儿，你是怕姑报复他，是吧？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。我没有。罢了，姑这就命人给你找几个赘婿，趁早把这段孽缘了了吧。不用，我不需要。这几日交给邱哥，住在客房。我就不跟你道谢了啊，住哪儿我都行啊，反正我现在孤家寡人一个，没关系。小弟无能，对不住五哥，日后我定会。哎呀，你说这些干嘛？你坐坐坐。当哥哥的保护弟弟，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再说了，我觉得现在这结果不坏啊，好歹保住了你，是吧？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可以了。那个始作俑者也被你打败了，全当你给我报仇了啊！等父亲消息以后，哎呀，这算了。父亲下的令啊，是不会收回的。你挺适合走仕途的，一直做的都不错。我呢，胸无大志，本来就不适合入朝，现在反倒落得自由了。
还官场，真没意思。你们是想去做同僚？可我只想做兄弟。虽然你平时看着大大咧咧，但却是最懂道。唉，我已去信丹川主，把你为何要合力解释清楚了。这事未尽。算了，演这样了还有什么意义啊？写的肯定都是骂我的话。三哥啊，他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啊？这来时候还不这样，现在瞅瞅。呀，这3天了，不吃不喝。这面壁呢呀？这是啊？这咋还哭了呢？没想到，真是骂我的，说我猪狗不如啊！这多大点事儿啊！这人生太难了，我参不透啊！参不透就不参，老五啊，不至于啊，不就跑了个媳妇吗？我那1屋子媳妇都跑了，你这才跑了一个，问题不大。跟我相比啊，小巫见大巫啊！走，跟哥吃饭去。我不吃。当时宫里号召节衣缩食，阿静就是这么样子面壁敬死的。如今他悟了道，我却悟了他。你是误了饭呢。走，不准侮辱我们的感情。没错，我们的感情比一碗饭重要的多。我要阿静，我们的感情还比不上饭吗？阿静啊，阿静，哎，阿静，我不吃饭，吃饭哪来？我不吃。来，老五啊，糖醋藕块，你爱吃啊？来尝尝。松鼠桂鱼、糖醋鸡块、糖醋小排，这全是你爱吃的甜口。尝尝，尝尝。来呀，糖醋里脊。我要吃糖醋辣椒啊！你有辣椒给我来一点也行。这，您哪道菜需要加辣椒啊？心虚吗？你赶紧的。不是少主，有辣椒简直就是侮辱我的作品啊！你拿走。我。哎，哥。呀！我看着都胃疼啊！没事，那个老五铁胃啊，辣断愁肠，以毒攻毒，一会儿就好啊。一点都不辣，没有上官镜辣椒辣，一点都不好吃，我不吃了。完了，没救了。少主，哎，少主，诸位少主，您刚刚侧夫人得到消息，武少主啊，您真得去趟丹川呐！我不去啊！佩服，气质太硬了。要不，您先看看这个。这什么也没有，我看。丹川主敕令，我们境上一传几。他要招赘婿，上官镜要招赘婿。哎，客官，客官，您吃点什么？来，先把马牵了。我来。对手是对家派来的，还是新传过来的。
画像看着也不英俊，我觉得真人太傻了。哎，你看，道貌岸然的，还那么不要脸。对呀，哎呀，所以长得像人也不代表能干人事儿。这也就是能干的事儿。哎，记得呢这。新川偃旗，本郡主弃夫也，有负郡主真心，使古今第一负星汉。这上面说他是真心的，这就是在向天下公开，他对我还是有真心的。哈哈哈。上官，上官，臣夫人，在下尹齐求见丹川郡主上官静。你的话，请回吧。再不走，休怪我们对你不客气啊！我不能走，把方儿通报一声，除非郡主亲口说不见我，否则郡主和主上都亲口说了，绝不见，还不快滚！好，既然他都说了不见我，那我就在这等他。嘿，你放心，我绝不打扰你们。他1日不来，我就跪1日；2日不来，我就跪2日；日日不来，我就一直跪下去。主上，尹齐来了丹川，在宫门外说是想要求见郡主。哼，他还真有脸来。守卫本不想通报，但他一动不动的在宫门口跪了几个时辰，他们到底有些心软。臣去命人将他赶走。等等，就让他跪着吧，多受点苦，是他应得的。是。明日选拔赘婿，挑几个好的，从宫外带进来，就从尹齐眼前过。您是还想给他机会？哼，他也配。只不过静儿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听听他到底想说什么。要杀要剐，静儿自有决断，姑只负责递刀罢了。那就要这个了，剩下的我们下次再来买。公子，有什么想要的吗？有，你这身打扮倒是挺俊俏的嘛。
二位，您的梅子酒。来，尝一尝。我可不吃什么夜市的东西。这是九川美食会的新菜品，辣豆皮酸笋包。酸笋？好吃吧？好吃。来，再配点梅子酒。之前，那个男人，他压根就不想过来看看你和孩子。我想，可能你也不愿意见他，所以就没有劝他。他可千万别来，我怕他来了，我的眼睛流脓生疮。你现在说话可真够厉害的，当初这些话估计也是烂肚子里的吧？是啊，他是不配我再忍他了。不过说真的，我看他，怎么看都看不顺眼。我就在想，你说以前我怎么会那么爱他？那是你啊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，我喜欢的只是他的地位。可谁知道啊，人家比我还能算计，所以这人啊，只能做自己的东家。言之有理。对了，你那个孩子，要不要我在外面重新再另一个新的房子，帮你一起照顾？不用，我这孩子异父异母都挺好的，忙的时候我就把孩子放他们那儿。义父？你是说老六吗？他不是应该是孩子的叔叔吗？孩子没有父亲，哪来的叔叔？哦，高，来，敬你一个。哎呀，你这太吵了，你不要吵！哎呀，你看小老鼠啊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这牛乳别喂了，尿不也换了，怎么还哭啊？是啊，要祖宗啊，你别哭了，我。哎呀，小老虎，小罗，叔叔。小罗，都是小人不好，不会哄孩子，吵着您了。不哭了？哭了。哎呀，不愧是我家少主啊，天纵英才呀！上至80岁的老翁，下至襁褓中的婴儿，只要少主出手，没有搞不定的。玉屏玉盏呢？我们去把书房收拾一下。好。哎呀，好温馨啊！哎呀，好。唱得真快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医书上写，夜晚婴童进食以后会腹痛，坊间叫猪毛风，只要揉一揉就好。我们少主啊，可真厉害，上到80岁老人，下至襁褓中的幼童，只要你出手，没有搞不定。怎么还不让夸了？长得真漂亮。